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切记一定要听清楚我的方法论。我这里不是简单的推荐哪个投资标的，也不是简单的猜方向。那好，我们首先回到比特币盘面，系统的看一下比特币最近是什么样一个预期啊？记得上一次做长视频还是小1个月之前，上个月27号出差之前，然后实际上出差回来1周了啊，但是因为家里老人生病住院，导致最近一直都是非常短的交易日志行情解读，简单的解读啊，然后做的也比较仓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具体的分析，所以今天晚上刚好有一点时间，然后我们就简单聊一聊，分享一下。那好，我们回到 K 线，整个比特币目前正处在，今天上午也讲过，正处在这个反弹，然后力度不够，然后目前上方有待突破的位置就是还是67000这个价格成交量的密集区。那好，我们今天呢，从这个大的时间周期日线开始，日线开始看一下。日线开始看的话，这个位置相对来说爆了一些量啊，但是这个是 Coinbase 的，不太明显。今天早上应该也说过，你要是去看币安的话，这个地方量能是非常恐怖的啊！那个时候也是币安风头正火 ，FTX 崩盘是那种节点，然后现在逐渐回归到 Coinbase 为主力的这个交易所，然后目前来综合去看的话，这个位置其实没放太大的量啊，所以我还是比较偏向后市看多。再一个，昨天比特币也减半了，有可能有一个上冲，然后再回调，然后再上来，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因为整体来说，1、2、3、4第5浪的概率非常大啊。那第5浪的话，第5浪里头这个应该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波动啊，实际上这个位置很有可能是1浪、2浪回调，第3浪开启，3浪比较长哦，然后3浪结束以后，如果它要不延长的话，那就有可能出来第5浪。第5浪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们没法预知啊。现在就是在3浪的过程当中，3浪里边的1、2、3、4浪调整，我猜它是结束了第4浪调整，通过 WXY 的形式把这个调整结束了，现在就等5浪上来。这样的话1、2、3第3浪结束，有一个大的第4浪回调，然后再开启第5浪。那这样的话，未来做单的机会比较多啊，无论是多单还是空单，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集中精力，然后好好面对现在的这个市场预期局面啊，不能一股脑的什么地缘政治冲突啊，然后比特币减半呐，或者是前一阵儿闹得也比较沸沸扬扬的什么真假中本聪的事件呐，等等等等，这些消息面某种程度上等到达到你的耳朵的时候，你的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失效了的啊！你没办法去判断，很多时候都是诱饵，是幕后的这些财团资本通过这些媒体喉舌，或者是利用心理去影响、干扰、引导，要的就是你跟着情绪疯，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所以说，最理智的方法是什么？看不懂就不要看它，彻底闭眼睛，捂耳朵，免得辣眼睛辣耳朵啊。所以说其实也挺简单，相关
消息面怎样去解读，我也做了之前2期视频，去年用 AI 的方式做过1期，上边聊过什么相关新冠、俄乌战争，还有其他的一些我忘了啊，反正就是好像是4种情况，根据实时的行情去怎么解读，解读完了以后对你的实际交易有什么帮助，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有些时候有意义，但是就算是对你做出赚钱的正面的这个帮助，也是运气啊，千万不要误解，是觉得你看天下事看得好，不太可能。这个世界太复杂，真的太复杂了。今天我在医院看到那个视频号里头有个人，好像是杨澜采访一个学者，老人家说的最多的问题，杨澜不断的在问啊，为什么，或者是这个问题怎么回事，老人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不知道，也就是苏格拉底讲的啊，真的是这样啊。市场太无序，太复杂，太复合，你用简单的一招先二极管理论一元的去判断后市，不是赌博是什么，或者是逞能，或者是自以为是。所以千万不要这么看市场啊，永远都要怎么样做反方向预案，然后对了就吃，谢谢市场，错了呢我短止损离场，对不起，然后等待下一个机会。那这种进场时机呢，还是一样反复强调 K 线分析去抓取这些关键位，然后这种位置你要进去了，无论对了还是错了无所谓，对了你当然能吃到利润，错了呢你是短止损，所以说不会伤筋动骨。时间长了这么一直循环交易下去，你的账户一定是呈45度角向上的啊。当然这里头有需要很多问题，一个是资金比重，你要关注你的资金比重仓位的量，你不能赚钱的时候小的比重，完了亏钱的时候大比重，这样的话你即便是胜率很高依然还会去亏钱。还有一个就是盈亏比，也就是你止损的时候可能止损500个点，比特币为例，完了你盈利的时候你盈利了2000、3000、4000、5000点，这样的话那你长期相同的资金比重下你就是会赚钱。这一系列都要关注到。还有一个我前段时间一直强调的心理熵增效应，也就是西方人讲的交易心理学，东方人来讲那就是禅宗啊，六祖坛经慧能讲的禅宗。所以无论是这个易经还是道德经、庄子、庞通仁义礼智信、儒家，然后上承老子，下接六祖坛经，这一系列东西能让你用中华璀璨的文化瑰宝非常轻松的应对什么西方人所谓的交易心理学啊。这次出差的时候我特意在机场买了2本书，一本台湾傅佩荣教授写的相关易经的一本书啊，还有一个就是世界上号称卖的最多的心理学，有2种，一个是漫画形式的，还有一个是写字儿的这种版本啊，纯是文字的版本。然后坐飞机我就基本上把这本书看完了，看完以后结论是什么？不咋地，不怎么样。也许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就即便是翻译再差也不可能是这个状态。但是很荒谬很好玩的现实是什么？这本书真的很畅销，很搞笑啊，所以我就觉得更加自信了。为什么自信？就是因为有中华文明的底蕴，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现在做职业交易，用这种底蕴去应对整个资本市场，真的是轻松加愉快啊。然后还有就是想聊一点私人的问题。记得之前走之前，我因为肾结石
住了2天院啊，没想到紧急召回家里，是因为家里老人家急性脑梗，很有意思啊，也算一种有始有终。所以说我想说什么，这个跟交易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就像市场是不可预知的，无法判断的未来，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呢也是一样的，不可预知的生活。那我们怎么办？只能是应对啊，应对我们的生活，应对我们未来的资本市场。那应对的好，那你就可能有更好的生活，能赚更多的钱。但是你应对的不好，必然。那怎样才能应对的好，应对的得当呢？那就要看你的个人综合能力啊，无论是你的赚钱能力，还是你的心理素质、抗压能力，诸多方面啊。这一个交易简单一买一卖，想做好真的不容易啊，非常艰辛。千万不要当儿戏，我说的都是最实在的话啊。今天抽空跟我的3位学生通了一下话啊，好长时间没通话，都是实战训练结束的这个学生啊，然后就聊了一些问题，就是真的，他们越来越觉得这个市场不敢轻易去赌去做。为什么？他开始真正意识到这个市场很可怕，不简单，不敢轻易轻视这个市场，然后逐渐经验越丰富，做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实际上这就是走在正确的路径上啊！我相信他们3位一定会把交易做得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赚钱。然后只要秉承初心，不忘初心，然后慢慢的这么做下去，一定会好起来的。但凡你要稍微堕落，操之过急，然后想暴利快速赚钱，市场一定会教训你。所以也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所有人交易顺利，多多赚钱。那好，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